刚上任就震惊地发现，警局的弹药库堪比军火库，足以夷平整个小镇。更离谱的是，就连餐厅的墙壁上都挂满了子弹上膛的武器。这座表面民风淳朴的严寒小镇，处处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然而，更加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吉米在参加前警长的哀悼会时，竟发现现场人人谈笑风生，丝毫没有半分悲伤，反倒像是在参加一场庆典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前警长的女儿艾琳却被警员拒之门外，无法送父亲最后一程。吉米虽然满心疑惑，却只想明哲保身。他不过是个临时调任的警长，再过一阵子就会被调走，犯不着卷入这座小镇的是非漩涡之中。可命运偏要将他推向风暴中心。就在当晚巡逻时，吉米意外撞见了酩酊大醉的艾琳，她浑身散发着绝望的气息。吉米于心不忍，便上车打算好好安慰几句，却赫然发现她手中紧握着一把上膛的手枪。吉米早有耳闻，前警长死的蹊跷，竟是光着身子冻死在雪地里，而艾琳始终坚信父亲的死就是镇长一手策划。吉米不愿多管闲事，却更怕艾琳一时冲动酿成大错，当即没收了他的手枪，将他带回警局关进牢房，打算让他好好冷静一晚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只是风暴的前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警局的警报突然刺耳的响起，彻底打破了小镇的虚假和平。小镇的银行遭到抢劫，在吉米看来，这只是普通的治安案件，可身边的警员却神色凝重，面露惊恐。这份反常让吉米越发疑惑，隐约觉得事情并不简单。更戏剧性的是，这两名劫匪点被到家，如今人人都习惯用手机支付，偌大的一家银行也只搜到可怜巴巴的2000块钱现金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一名人质因过度害怕，突然心脏病复发，当场瘫倒在地，这让两个劫匪瞬间慌了神。他们只是走投无路，想抢点现金应急，若是闹出人命，事情就彻底无法收场了。两人慌忙上前，手忙脚乱地给人质喂药，可药物却丝毫没有效果。情急之下，男劫匪只能硬着头皮给人质做心肺复苏。就在这混乱之际，一名银行保安趁劫匪不备，偷偷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可这通电话并非打给警局的求救电话，而是打往大洋彼岸岛国的黑帮。另一名保安则趁机掏出匕首，猛地刺进男劫匪的腰间。女劫匪见状彻底失控，立刻愤怒地开枪还击。此时，吉米早已带队包围了整个银行。为了稳住局面，他当即决定亲自进去谈判，试图用温和的方式劝劫匪投降。可就在他准备推开银行大门时，身后的警员麦克突然举枪瞄准，毫不犹豫地朝他扣动扳机。万幸的是，吉米穿着防弹衣，侥幸捡回一条命。胸口的剧痛让吉米又惊又怒，吉米强忍疼痛，迅速举枪反击，一枪就打掉了麦克的一只耳朵，让他彻底变成了一只耳。可混乱并未停止，另一名丧心病狂的警员竟对人质进行无差别的扫射。血花飞溅之间，吉米意识到这座银行远比劫案本身更加危险。这时，吉米突然发现幸存的银行经理举枪逼问他这里发生的一切。经理吓得魂飞魄散，不敢有丝毫隐瞒，连忙带着他们来到金库。当金库大门缓缓打开的那一刻，三人彻底惊呆了，里面竟然藏着堆积如山的金砖，而小镇埋藏的秘密终于露出了狰狞的獠牙。趁着三人失神的间隙，银行经理趁机逃跑，吉米立刻反应过来，紧追不舍。经理逃到办公室，迅速拿起手枪准备反击，却不料脚下一滑，手枪意外走火，径直击中了他自己，当场毙命。如今吉米彻底被困在了银行之内，权衡之下，他只能放下成见，与这两名劫匪暂时联手伺机突围。就在这时，银行内的电话突然响起，原来是外面的市长打来的。他命令吉米立刻出去投降，还狂妄地宣称整个小镇都是他的后盾，反抗只是徒劳。即便注定要死，吉米也想死个明白。他执意要知道所有真相，镇长便索性满足了他这个最后的愿望。原来这座小镇是日本雅库扎黑帮的核心洗钱据点，多年前因美国政府严查资金流向，黑帮无法将巨额非法收入转移出境，便与镇长达成秘密协议，黑帮提供资金，小镇全员参与管理和守卫，每年可分得巨额红利，从此过上了富足无忧的生活。The whole town sold its soul. Not the whole town. There was some negative Nancy's, but I took care of them.
镇长见他不为所动，便直接摊牌，给了他一条活路，只要吉米杀死2名劫匪，就让他继续留在小镇共享红利。吉米断然拒绝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愤怒的镇长立刻下令对银行发起猛攻，是要将吉米等人彻底消灭。然而2名劫匪早已在金库里找到了威力十足的武器，市长被一炮炸成了渣渣灰。That's not where I was aiming. Go. 吉米借着榴弹枪势如破竹的威力疯狂反击，将外面的敌人炸得人仰马翻，溃不成军。而3人趁机冲破包围圈，逃出了银行。可黑帮老大得知真相后，瞬间暴怒，当即连夜飞往小镇，亲自解决麻烦。另一边，走投无路的3人刚走到大街上，就撞见了围堵而来的居民。慌乱之下，他们一头闯进了一家毛衣店，暂时避险。吉米意外在店内发现一台无线电台，正要向外发送求救信号时，那位面容慈祥的老奶奶却突然端出一把霰弹枪。好在吉米反应神速，堪堪躲过这记致命一击。单看老人行云流水的换弹动作，这绝非寻常之辈，是个实打实的狠角色。女人立刻捡起地上的步枪，起身反击，一通疯狂扫射，却连老人的衣角都没碰到，反而彻底激怒了对方。Oh my God! Goddamn tourist! Ain't got no respect. 吉米立刻示意女人分头行动，他猛地推过货架，正面吸引火力，给女人制造反击的机会。可偏偏在生死关头，步枪突然卡壳。就在女人命悬一线之际，吉米一脚将身边的柜子蹬向老人，成功救下女人一命。女人彻底愤怒，一把将老太太整个人扛起来，狠狠砸了出去。谁料老人竟毫发无伤地爬了起来，抬手就扣动了藏在桌子底下的手枪。女人慌忙侧身躲闪，顺势抓起桌上一根钢针，直接送老人见了上帝。眼前的危机暂时解除，可想要逃出这座全员恶人的小镇，唯一的生路就是赶往警局。那里停着一辆扫雪车，只有靠它才能冲出冰封的小镇。3人立刻动身赶往警局，可刚走出毛衣店，就遭遇了敌人的伏击，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。吉米身中一枪，狼狈地摔进了路边的五金店。他当即让2名劫匪分头突围，约定在警局会合。可吉米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突然遭到五金店老板光头的致命袭击。光头出手狠辣，招招致命，直击要害，摆明了要当场取他性命。但吉米也绝非软柿子，凭借多年的警队经验，所有杀招都被他惊险躲开。2人在狭小逼仄的店铺里近身肉搏，打得难分难解。可负伤的吉米很快体力不支，逐渐落入绝对的下风。光头举起斧头就要劈下致命一击。危急时刻，吉米抄起手边的杀虫剂，精准喷进了光头的眼睛里。趁着对方失明的间隙，吉米反手发起绝地反击。就在光头垂死挣扎，想要拿武器反扑时，吉米抢先一步出手，干脆利落的将他一击毙命。而当吉米打开柜子后，瞬间眼前一亮，里面竟然码着一整箱烈性炸药。对身陷绝境的他们来说，这无疑是雪中送炭。与此同时，另外2名劫匪依旧身陷追杀，险象环生。男劫匪趁着敌人换弹的空隙，掏出一块从金库偷来的金砖，狠狠砸在敌人头上。2人合力夺下对方的手枪，可依旧不是暴徒的对手。男人本就身受重伤，女人更是毫无格斗能力。就在敌人准备痛下杀手时，高空松动的巨型广告牌突然坠落，当场将敌人砸死。2人侥幸捡回一条命，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喘息，大批追兵就蜂拥而至。逃跑途中，男人还不忘顺手捡回掉落的金砖。忽然一枚炸药滚入人群，男人随手拾起，还以为是好看的信号弹，下一秒就被炸飞出去。紧接着，吉米接连扔出多枚炸药，当场把追兵炸得人仰马翻，晕头转向。2名劫匪顺利来到警局，成功找到了那辆能救命的铲雪车。可他们全然不知，致命的危险已经悄悄摸到了身后。警局的秘书端着霰弹枪，悄无声息地绕到他们身后。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瞬间，吉米及时赶到，成功化解了危机。
吉米让两人立刻开着扫雪车突围逃走，他自己则决定留下来，和这座小镇的恶人做个了断。他换上全新的防弹衣，给猎枪填满子弹，打算孤身一人和全镇暴徒拼死一战。可他刚走出弹药库，就再次遭遇伏击。而来人竟然是前几天还和他敞开心扉、温柔和善的酒吧老板娘琳娜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看似温柔的女人，竟是个冷血狠戾的顶尖杀手。琳娜的真实身份是黑帮安插在小镇的核心管理者。他们之所以疯狂地追杀吉米，是因为必须在黑帮雅库扎赶到小镇之前，清理掉吉米留下的所有痕迹，否则全镇上下所有人都会被黑帮赶尽杀绝。而前任警长正是因为试图向外界揭发小镇的秘密，被琳娜亲手残忍杀害。那晚，琳娜故意将前警长灌醉，把他丢弃在冰天雪地中活活冻死，并伪造意外身亡的假象，所以没有人能活着带走小镇的秘密。 Like I said, that's a cool belt. 艾琳趁其不备当场反杀了琳娜，亲手为父亲报了血海深仇。吉米将前警长生前的配枪郑重交到艾琳手中，正式提拔他为副警长，让他接替父亲的遗志，完成他未尽的使命。此时警局已被层层包围。敌人对着警车疯狂扫射，这辆警车早已加装了防弹装置。艾琳一脚油门猛冲而出，她有一件重要的大事要做。警车一路疾驰，径直撞破银行大门。艾琳在金库各处迅速装满炸药，这是他们谈判的筹码。同时，吉米通过对讲机向围堵的敌人发出强硬威胁，只要他有半点生命危险，金库就会瞬间化为一片废墟。届时前来问责的黑帮必将屠尽全镇。与其同归于尽，不如合作演一场戏。只要将银行恢复原状，制造一场交通事故的假象，只要金库完好，所有人就都能活下去，小镇也能重回往日的平静。走投无路的小镇居民最终只能选择妥协，齐心协力清理现场，伪造痕迹。不久之后，黑帮老大抵达小镇，直奔银行金库。当他看到金库内完好无损的黄金时，脸上瞬间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此前的怒火烟消云散，也没再追究任何责任。就在众人以为风波已过时，麦克却因紧张脱口而出，邀请黑帮共进晚餐。餐桌上气氛看似缓和，谁料不长眼的酒保突然打开香槟，瓶塞飞射。原本融洽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，双方立刻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黑帮成员与小镇居民立刻大打出手，双方举枪对射，子弹横飞，桌椅翻倒。原本热闹的酒吧瞬间沦为一片血腥的修罗场。一阵密集的枪林弹雨过后，大厅内陷入一片死寂，只剩下艾琳一人侥幸存活。放眼望去，酒吧内尸横遍野，满目疮痍。曾经看似平静祥和的小镇，在这场混战中彻底崩塌，再也回不到从前。此时，吉米还在后厨与保安殊死搏斗，他虽身中一刀，腰间鲜血直流，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战斗力。只见他猛地拔出插入腰间的菜刀，借着转身的力道，一招凌厉反击，径直刺入对方脖颈，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保安。至此，整个酒吧只剩3人苟活。吉米的流动警长任期即将结束，他将小镇警长的职位正式交给了麦克，托付他守护好这座历经劫难的小镇。而吉米继续他的流动警长生活，奔赴下一个需要他的地方。1个月后，吉米来到德州，接替一位休产假的警长代班。没有了小镇的血雨腥风，这段代班生活显得格外清闲，他也终于能过上一段无所事事、安稳自在的日子。